带你追查事件真相，掌握证据变化。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持续加入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韩一伦。节目一开始来介绍今天的特别来宾，首先是资深媒体人谢寒冰，主持人好，大家好。还有前国安会副秘书长杨永明，一伦好，各位朋友好。以及退役少将厉正杰。一伦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因为今天是端午连假的第二天哦，那我们当然还是要来关心国际的讯息哦，因为很多的欧洲国家跟美国他们没有在过端午哦，所以他们的世界进行式哦持续在走。好，我们要看到啊，就是高市早苗哈，因为在 G7 峰会上面啊，他跟很多国家的互动，常被引发关注哦，尤其传回到日本哦，大家讨论度也很高。结果啊，现在被说啊，有一件事情，我觉得乍看之下蛮大条的啊，就是啊，川普跟高市早苗在 G7 又因为珍珠港发生争吵，还惊动了其他领导人来劝和。好，那这个呢，现在是由这个新浪这边来做报道。不过最一开始啊，一轮查了一下，是源自于法国的回声报，而且是由他们的记者口头的爆料上面爆出了这件事情。好，所以你可以看到啊，他是说啊，川普跟高市早苗发生了争执，甚至一度需要其他的与会领导人出面劝和，争吵的导火线似乎是因为川普又提到了珍珠港事件。好，那这一位记者爆料之后，好，那当然呢，我们看到日本也有相关的媒体来做报道，就是日刊现代。好，那它是一个日本的八卦媒体啦，出了名的反对执政党。好，那现在执政党就是自民党，但是呢，因为这件事情哦，一轮看起来就觉得有一点点不对劲哦，所以我也去查了很多的外媒资讯，还有一些官方资讯。目前包含的是美国白宫、日本外务省跟其他 G7 国家与会的都没有人做证实。那因为隔天哦，川普跟高市早苗还有一个5分钟的非正式会谈，所以目前呢，我看起来这个新闻哦有在发酵，但是哦这个真假的部分哦是没有人可以证实的。但可以很明确的说，现在高市早苗啊，他在国内哦，其实也有一些危机，因为呢有被抹黑的状态啦哈。好，那确实川普啊，在全球媒体的面哦，还是有让日本尴尬。这什么状况呢？主要是日本媒体啊，就美伊的冲突来进行提问。好，我们就来听听川普怎么答。The question is about the Strait of Hormuz. Did you ask other G7 nations to send military force? Where are you from? I'm from Japan. From where? Japan. Go ahead, just tell me. What do you want to know? Did you ask other G7 nations to send military force? And what specifically are you asking of Japan? To send the Air Force? For what? You asked any country to send military force? Oh, other countries, not just Japan. No, I don't need. We don't need it. Oh, by the way, they all want to do it. They all want to do it. Every single one of them. They want to go be a part of it now. Not while the war was going on. I was a little disappointed. 好，那这样子的方法哦，就回应记者的态度，不知道在日本媒体的或是日本人的眼里看来，会不会觉得有一点点轻蔑啦？哈，我看起来是有一点这个感觉。好，因为卢比欧都听得懂，川普怎么可能听不懂呢？然后还要这个记者再重复说一次。那现在日本的政府啊，有一点抗中味道又更明显了，包含的是日本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好，他就有特别讲到啊，中共的军费不透明会冲击印太安全。好，还在印太哦，人家美国都已经变成太平洋了哈。好，说中共虽然批评日本推动新型军国主义，但自身军事预算却逐年的巨幅增长，而且西方国家普遍怀疑他们公布的额度并没有完整的反映实际的军费支出，那也使得印太区域面临愈发严峻的挑战。好，那他也说啊，日本还是要加强防卫能力哦。他说啊，强调有必要重新检视从二战结束以来持续主导日本的和平主义立场。好，越发的激烈哦。但是这个对两国来说都会受伤。但是呢，日本政府抗中，民间却是非常希望经济上面能够有些交流。好，共同社报道说啊，日本关系的2大经济团体领袖在下周就要到北京这边了，包含的是日本关西经济联合会的会长，还有住友电器工业董事长
以及呢大阪商工会议所的主席、三得利控股副董事长哦，还有都配合22号到26号在北京举行的练博会来访问北京。而日本的经济学家说，现在呢升息是难以扭转日元的贬值趋势，也就是因为日本央行最近啊把他们的利率政策从0.75%上调到1%。好，是31年来的最高水准。好，我之前看到这则新闻的时候想说，哇，天哪！如果7月要去日本的话，恐怕日元会升值哈。结果不是呢。是日元贬值的态势啊，感觉还是持续进行当中。所以日本的经济学家说啊，看起来没有因为日本央行升息就改变了一个根本的状态。好，那美国现在在第一岛链是不是不稳呢？我们先看到这则啊，说啊，歼20并非为与美国战斗机进行近距离空战而设计它的。是为了摧毁那些为美国战斗机提供空中加油的加油机跟预警机而设计的。好，也就是讲到歼20这一款战机那它是一个隐形战斗机，说多年来一直使用借来的引擎，但是如今中国已经发展出一款动力超过 F-22猛禽战斗机的引擎。好，所以歼20在这10多年来其实一直面临着第5代战机的机身设计。好，但是呢，发动机一直是短板的，而且先用2制，再用国产的过渡款，性能受限。但是到了今年其实他们换上了国产的 WS-15发动机之后，才算补上最后一块拼图，推力甚至被认为可能超过美国的 F-22、F-119发动机。那歼20战斗机啊，多年来一直使用这些借来的引擎嘛，所以大家对于歼20未来的趋向特别的关注。那北京现在也说啊，他们最大的军舰是驱逐舰，华盛顿则称为巡洋舰。055型的驱逐舰的排水量是13000吨，拥有112个飞弹发射单元，比美国水面的舰队中的任何舰艇都还要更大，而且火力更强。那中国正在以其他的海军，任何海军都无法匹敌的速度，在建造一艘现代化的巡洋舰。那这个时候呢，美国海军却尚未找到适合替代舰艇的情况之下，退役了他们最后一批的巡洋舰。好，所以呢，在这个第一岛链的态势上面大家现在都很关注，包含的是高市早苗啊，最近他的负面新闻真的蛮多的，虽然有蛮多是需要待确认，但是看起来他在国内有一些讯息是容易被抹黑的。我们先问有明教授怎么看？时事新闻最近这2天的一个民调高市的支持度掉到了54%，那大概掉了7%。那其实这个是时事新闻社最低的这个调查。那但是在上个月，其实每日新闻社就已经低到50%。那当然，如果你以50%来看的话，跟前面的70%比是掉了20%。可是以一般的政治人的支持率，50%还算高的。但是呢，它在明显的往下降。往下降，第一个最重要的因素还是经济的因素，也就是日本觉得现在汇率其实对它日元一直在贬值，所以国内的生活这个薪水越来越薄，进口的东西越来越贵，所以这个是生活上一个很明显。同时，它对于降消费税其实一直的作为不是很明显的作为。那第二个，我觉得有一个发酵，就是说在年轻人跟女性的身份它掉得特别快。那比如说，自民党在上一次的民调当中，支持度来到是将近30%左右，破3%。但是呢，这一次掉到22%。虽然别的党都很低，可是一下掉了7-8%。这里面最明显的40岁以下的年轻女性，对于自民党、对于高市支持，几乎是接近20%的跌落。那这个是为什么呢？我觉得这个其实跟一直以来高市在做军事以及抗中保日的这些作为这些女性觉得重点应该不是在这边。那特别每个礼拜你在看现在在日本的国会前面都还是有示威抗议，虽然媒体很少报道，日本的媒体这种自我克制的精神也是让人佩服的。但是呢，每次大概都几千人。在5月份的时候，曾经全国串联来到数万人，4-5万人之多。那因此，这些年轻人从网络上看到这些讯息呢，就比较知道
那知道说，要去修改宪法，要去修改非核三原则等等。那同时抗中保日，那很多人就在问呢，去年的这个时候，2025年的6月，甚至到10月，日本整体的氛围有抗中保日吗？有中日关系还算 OK 的，而且日本人很清楚的知道，那个时候中国大陆针对日本的水产品，就是渔业的产品，采取一些这个管制，禁止进口。那是因为日本自己向海里面请到福岛核电厂的核废水，所以他们也知道，你虽然各种方式科学方式证明，这个是干净的，但你不敢自己喝啊，所以他们也知道自己理亏。那5月份也出来一个新闻呢，在东北吉林省，还有2名日本的工作人员在清除2战日本留下来的化学武器的时候受伤了。后来媒体才知道，日本的媒体也都有报道，这从西元2000年开始，西元2000年才开始哦，因为化学武器公约是1997年才通过，那个时候日本才承认说，我们在中国东北，事实上全中国留有数十万枚化学武器，也就是516部队，那不是731是细菌生物战，516是化学武器。那他当初的制造是在广岛的一个地方，后来呢，整个搬到东北，所以战后留下了数十枚。那一直到2000年，日本才在他的内阁里面成立机构，然后去做清除。然后呢，因为很难清除，所以呢，一直到现在为止还有10多万枚在那边。所以这个时候你会觉得说，其实以这个时间点，高市不断的还去推动再军事化，再军事化你就军事化嘛，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你以抗中保日的方式来诉求的话呢，我觉得其实日本人民就会觉得，那这个会不会发生意外？那这个中日关系会不会影响到我们的经济？所以民间的经济呢，还是很坚持说中国市场不能放弃。对，因为日本他们的社会对于经济是非常渴望可以更好一点的，因为想很久了如果现在用这种抗中保日的氛围恐怕很多民众没有办法认同。彬哥怎么看？这个法国回声报这个报道蛮趣味的。那因为3月的时候，当时川普就直接开过玩笑，说我们说到奇袭，谁能比得上日本？你们当初就奇袭我们珍珠港。那当时高市当然脸色很难看，也不知道该怎么回应。那现在在G7的时候，如果又在为了珍珠港的事情吵起来，这个也蛮特别的。那当然，这个如果是一般的这种八卦媒体报，大家大概听听就算。可是法国回声报，其实大家去看就知道，法国回声报它过去是不报八卦，它是报财经类的，对，经济类的，所以它还算财经类蛮权威的报纸，而且它向来报道是经过查证，所以这个就我觉得大家可能就要去思考一下，是不是真的有类似的情况发生？也许不是那么极端性，但是恐怕是真的有这一类的事情出现。可能川普，因为大家也都知道，川普根本没有在乎别的国家的脸面了，所以他是不是真的可能又开启这种玩笑？我觉得不是不可能会发生啊。那实际上，我们刚刚也看到那一段，日本的记者他都知道这个是日本的记者，可是实际上他当着这个日本记者面直接说你们都想要来求我，对啊，那基本上就是这个意思啊，就是本来你们都不敢来，结果等到现在看到我们打赢了，你们现在又要来蹭了。他其实当面就是在洗日本记者的脸。那当然这就是川普的性格，所以川普有没有可能会再开类似的玩笑？我认为是有可能的。那至于说小泉进次郎在讲这个，我觉得很趣味啊，就是人家在讲你可能军国主义要复辟，结果呢你也老实不客气，直接告诉大家说你要重新检视自2战以来的主导日本的和平主义。那就直接承认他就是啦。对啊，你等于你要放弃和平主义了嘛？那你就是准备要走向军国啦？我想中国大陆听到你这个讲法应该非常欣慰，那你就跟我想的是一样啊。那所以我觉得东亚的军备竞赛大概不可避免，因为日本看起来就是要走向这条路。我们台湾现在也在大肆采购军品，那中国大陆那边大概也不会停，所以东亚的军备竞赛大家就准备可能未来10年20年就是这样一个态势了。那只是在日本的经济状况不是很好的情况下，他有办法维持这样吗？他不会去影响到他整个社会的平衡吗？我觉得这就要看高市早苗自己。那至于歼20，本来一开始的设计就不是给你拿来做 dogfight， 它就是要利用它逆中的特性，高速逆中的特性，它远距离突穿，然后去打你后方的这些要害，所以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啊。那至于说
现在又扯说这个你明明是巡洋舰，为什么要叫驱逐舰？拜托去查一下好不好？什么时候叫驱逐舰？什么叫巡洋舰？那是根据任务，而不是根据吨位大小。提康德罗加级本来是驱逐舰，是因为后来美国巡洋舰都退役，它就变巡洋舰，好吗？所以这没有一定的道理。好，将军怎么看？我觉得这个川普真的是很不够意思。这个我们有一句话叫做“这早暝刷明嗨水”，早上起来给他再一起来，早暝拍水哈。哦，这原来他昨天还在讲说是这个高市早苗是他头号粉丝，那今天就跟人家吵架，真的很不够意思哈。为了这个事情，我们看这个。所以我认为川普很明显的啦，这个高市早苗每次对他只要一见面，我们印象都很深刻嘛，妈妈上市的外交小鸟依人那种场面。那你现在为了一个珍珠港3不5时去这个捉弄高市早苗，我觉得川普在这方面来讲的话，真的是对高市早苗很不够意思了哈。那我们讲说这个歼20，其实歼20历代已经进步，从一开始出来的时候。那时候最早的时候是用的是2制的引擎哈，然后之后它涡扇10，现在用的是涡扇15。除了涡扇15引擎动力增加之外，引擎动力增加最大优点，当然它的续航力可以飞得更远，这个续航力可以更远哈，可以更省油。第二个，它速度可以更快。我用一个我们经常拿歼20是5代机跟 F-35来做一个比较，用这个引擎来做一个比较。F-35它号称它可以超音速的巡航飞行，可是大概只能2分钟，2分钟之后它可能引擎过热干什么，就必须要降低它的温度。我讲的是巡航，但是歼20它可以用这个1.5马赫的速度在做巡航，就是因为它用了涡扇15。除此之外它还有现在最新款的，前2天有展示出来。它现在最新的这个歼20S 是双座型的，那为什么是双座？它后座不是教官在带学生练习飞，而是后座那个叫战术指挥官哈。那战术指挥官他是操作无人机的。我们前2天看到解放军有公布这段影片，就是歼20带的这种2架的攻击11无人机在做飞行。那如果这种搭配起来的话可以说是这个可以先期的突入敌人的防空的火网，然后对远距离远端的预警机或者是加油机来做攻击。然后歼20现在来讲，它换装的叫涡扇15引擎它巡航速度也可以更快。那作战半径可以到1500公里，如果经过空中加油的话，可以对第2岛链构成威胁。那有关于这个驱逐舰部分来讲的话，事实上美国的驱逐舰我们称之为伯克级的啦那如果说跟这个它的巡洋舰是提康罗德加大概现在原来做了27艘，已经退役20艘，只剩下7艘。那如果说解放军现在的055来做一个比较的话，055现在有10艘，那在数量上面远胜于美国的巡洋舰。对，所以现在中美之间的较劲更浓厚，那包含了第1岛链现在也在这里头要来进驻了。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我们刚刚不是谈到说这个法国的媒体有特别讲到说，川普跟高市早苗可能在 G7 有一些不同的想法尤其可能又讲到珍珠港事件。好，那当然，川普跟女性之间的交谈不好意思议伦有一点自己的想法，我总觉得他不是很尊重女性我们看到了他跟意大利总理梅诺尼也在 G7 见面了，就他自己就讲说意大利总理求我合照。那当然，这个求我合照这个说法就让人很不舒服好，这个是意大利总理府17号公布的照片当中有一张梅诺尼跟川普2人在场边单独聊天的照片。好，那我们是影片给大家。多家的意大利媒体引述匿名的高层消息来源说，梅诺尼跟川普关系已经破冰了。好，那19号说，川普就告诉电视台，意大利电视台说梅诺尼见到他时说了什么？他可能很高兴我跟他谈了，我本来不必跟他谈的。记者就再次追问会面的情形川普就说他求我跟他合照，他太想跟我跟他合照了，我本来不会答应的，但我同情他。大家是不是觉得他真的是有点是瞧不起女性呢，还是瞧不起梅诺尼？我不知道，或许都有，但是我个人认为他把很多人都视之无物，我这种态度是没有办法苟同的啦好，那当然梅诺尼听到川普这样的恭维之后当然非常的生气他说这值得立即回应
为川普纯属捏造的说法感到震惊。好，光由我来讲梅诺尼的气氛没有办法，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讲。Dunque, certe cose meritano una risposta immediata. Le dichiarazioni di Donald Trump sono dichiarazioni totalmente inventate, sono francamente allibita, non so perché il presidente degli Stati Uniti si comporti così con i propri alleati, non è del resto la prima volta che accade, posso solo dire che dispiace che non abbia la stessa determinazione con i nemici dell'Occidente, con i nemici degli Stati Uniti, con leadership con le quali invece si dimostra molto più accondiscendente, però una cosa se la deve ricordare, io e l'Italia non imploriamo mai. 好，对，意大利绝不祈求吼。你看到梅诺尼虽然他没有像伊伦这么生气啦吼，但是他语气之中非常的坚定，当然对川普表达了非常大的不满。好，那也因为这样子，意大利的外长啊吼取消了访美的行程。好，这位意大利的外交部长哦，原本计划是要跟卢比欧来会面，好，但是因为川普对梅诺尼的评论冒犯了所有的意大利人，因此他取消了。好，人家展现他们国家对美国不满的态度。好，那川普呢预告在今年还要再访中哦，习近平9月访美，所以今年至少是3次的互动。好，美国总统川普19号也特别讲到啊，今年将展开一系列海外访问行程。好，除了计划要到土耳其之外，也预计在今年稍晚再度访问中国。好，届时呢将出席一场大型的国际会议。好，伊伦呢当然知道啊，今年年底有个比较大的会议就是 APEC， 好，今年就是在中国大陆的深圳举行，11月18到19。所以伊伦判定哦，川普讲的是这件事情。好，那他就讲说啊，这一番话哦，意味着美中2国的元首在今年之内啊，就会有至少是2次面对面接触的机会。那有望延续今年5月川习会形成的对话机制。好，那川普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也盛赞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哦，他的外貌、自信还有智慧。说川普对习近平有给予了非常高的评价，尤其对这位世界领导人的外貌大加赞赏。好，那他怎么讲呢？我们来听听看。Obviously, if I ask you who are the 2 greatest or leaders you like the most on the world stage, I'd assume one of them is Xi. Yeah, I think in terms of leadership, I think that's true. Like, as an example, the look of Xi's got a great look, you know? Looks don't matter, right? You know, we don't like that. They say don't talk about looks. But he's, he's tall. He's 6'2". He's got a great stature. He's got great confidence, and he's smart. 他其实不止一次称赞习近平哈，上次这个美伊之间的时候，他也说哦，这个习近平跟普京都很棒棒吼，所以呢，他对普京是又爱又恨吼，这种情绪非常的复杂。好，那当然我们也要看到马斯克现在也点赞中国，包含是中国大陆的 AI 模型水准，马斯克暗赞，好，认为跟美国的差距正在缩小当中。好，是先有网友在 X 上面发文提问啊，说中国大陆的大模型预计何时能够达到像是这个美国 AI 模型的水准呢？那当然呢，马斯克就在社群平台上有发文，他说中国大陆的 AI 模型可能在2027的第1季就能达到 Anthropic 的这个最强的 AI 大模型 Fable 的水准。好，那还点名陆版的 OpenAI 之称的智谱公司这个 GLM 5.2已经缩小了差距。好，那智谱 AI 的创办人他就回呛马斯克，他说我们不会花那么多的时间。好，那马斯克也再度回复他的话，讲得更细。他说，在基准测试上是的，但是如果以真正实用性来衡量，即使第1季也会非常令人印象深刻。所以不知不觉之中啊 ，AI 的2大模型公司的创办人已经预测了美洲模型前进的速度。好，那我们也看到艾斯摩尔的股价下跌说有报道称美国担忧这个公司的技术流入了中国，也就是因为艾斯摩尔有一台极紫外光科技说已经流入中国，这是有报道讲的，违反了由美国主导的出口限制，所以艾斯摩尔的股价是出现了下跌。那这最先进的 EUV 是偷渡到中国大陆吗？艾斯摩尔不忍了，他说我们有个超狂的铁证，说他们高层极力驳斥相关的指控，而且解释说这个设备的体积像一台校车般巨大，而且持续的微
维护不可能出现在中国大陆的境内。好，那当然因为现在 AI 是世界趋势接下来下一个阶段大家都要用的，所以呢现在当然成为了美中较劲的场面。好，我们还是看到了一开始的意大利这应该算是真正的闹翻了吧？原本好像还看到有一点破冰的可能性，但川普讲的话实在让人非常不舒服。我们先问彬哥怎么看？其实大家都知道，梅洛尼其实一开始是想极力讨好川普，那有一阵子他跟川普之间感觉交情不错的样子，对啊，双方好像还蛮麻吉的。然后川普也一直不断的在很多媒体前称赞梅洛尼，可是曾几何时，就因为这样子，大家搞得乱七八糟。现在川普现在是个很小心眼的人，那因为他非常记恨，第一个在教宗的事件上，意大利是站在教宗那边，不是站在他这边，他非常不爽。那再加上美伊战争的时候，意大利是完全反对美国的行动，甚至不让美国的战机经过他的领空，所以我觉得川普是有点在趁机报复，就是对啊，他来求我的啊，他来求我跟他合照啊，这种轻蔑的态度其实是非常非常糟糕的一件事情，在国际外交上理论上是不应该发生这种事，可是川普没在管这些，我就这样干了，你又怎样？那现在意大利当然举国上下很不爽，那就外交部长也不去了。可是问题来了，就是以整个大趋势来说，恐怕川普现在就在等你什么时候看你意大利什么时候低头，因为意大利毕竟还是有求于美国。实际上欧洲为什么一直照理来说，欧洲整个量体是跟美国相当的，它应该也无惧于美国啊。可是问题是，欧洲为什么总是被人家瞧不起？就是因为他们内部一盘散沙，每个国家为了自己的利益就各有各的盘算了。所以我觉得意大利恐怕也撑不久。我觉得虽然最近这一阵子大概是没有办法低下头来，那梅洛尼也在跟你讲，我意大利从不起球，放心啦，你会起球的啦，只是换个角度，换个时间而已啦。那至于说川普也很怪，就是他一直不断的，他好像其实非常在意习近平的身高，你不觉得吗？他一直在那边讲说习近平很高很高很高，那这次干脆直接说他有188了，我觉得这有点离谱了。习近平怎么样也不可能有188，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很怪。他好像非常非常在意，难道说习近平跟普丁，他比较喜欢习近平是因为普丁比较矮，习近平比较高吗？是因为这样吗？这很怪。其实我觉得这是川普在讨好人的一种方式，只是我觉得他讨好的方式，习近平恐怕也未必乐于接受。那至于说 AI 模型这个东西，你看马斯克跟这个唐杰的对话，你就知道。其实双方都承认，他正在快速追赶中，而且速度恐怕比很多人想象中都要快。更快。所以恐怕中国大陆 AI 模型的增长速度是远远超乎那些很看衰中国大陆 AI 发展的人，因为马斯克显然不认为是这样。马斯克大家不要忘了，他一开始是很瞧不起中国大陆，他认为比亚迪这些东西根本不是他的对手。可是这几年他逐步在改观。他已经不敢再瞧不起中国大陆。我想马斯克是在第一线，他是直接在商场上面对这些挑战的人。所以你认为他的判断比较准，还是那些所谓学者专家的判断比较准？所以我们对中国大陆很多判断恐怕有修正的必要。对，所以当然商场上的人比较准，所以像马斯克啊、黄仁勋他们讲的，当然是更具有这个建设性啊。好，永明教授怎么看？现在整个西方的联盟啊，就跟美国的盟邦，这个 G7 也好，北约也好。那尤其是美日安保下的日本，有一种很明显的叫做同盟漂移，也就是这种同盟关系不断的在飘动，而且呢产生了极大的焦虑感。过去美国从川普1到拜登到就是这个川普2就针对中国的贸易战、科技战全面的打压，这些同盟关系其实配合，他们觉得也有一个共同的敌人。因为他们也感受到中国的产品对于就是他们的这些国内市场的压力，以及国际竞争的压力，那更不要说在全球南方。可是当川普2上来打关税战，打伊朗，到现在开这个 G7 开始在表现对这些领导人的这些就是比较轻蔑的态度的时候呢，他们非常强烈的这种就是焦虑感就显现出来。讲句实在话经济学人上个礼拜写一篇文章，他说大家欧洲应该学日本，因为没有 B 方案，也就是说你没有什么除了美国之外，你还可以有什么战略自主的 B 方案。经济学人认为，日本
高市长认为没有所谓的 B 方案，你必须要不断的跟着美国。那但是欧盟能够理解吗？也真的是没有 B 方案吗？难道你就必须要跟着美国去跟中国搞对抗吗？为什么？因为他们现在集体焦虑，我觉得梅洛尼也是为什么会直接呛出来，他们担心9月份的川习会，他们担心9月份的川习会会再一次的制造美国跟所有的同盟之间更大的距离，而他们必须要单独的面对中国了。这个是他们没有那个能力跟实力，失去了老大的支持照顾，所以到后来呢，才发现到你可能还真的没有 B 方案。但是美国会告诉你，如果你要跟着我，你不一定要去抗中，你可能要看看我怎么处理跟中国的关系。所以现在变得有一点混沌哈。我觉得其实在目前的这个局势当中，今年会是一个整个西方联盟变动的一个大的格局出现。至于这个智谱哦，各位这2天美国一个叫 Code Arena， 也就是做整个 AI 测试，把15到20个 AI 测试智谱的这个5.2版来到了1595分，排名第2，仅次于刚被美国禁掉的 Anthropic 的 Cloud 的 Fable 5，但智谱的5.2是全部开源的。所以接下来啊，我觉得这个 AI 的竞争才开始，而市场上的移动已经很明显，这种很贵的，虽然好的越来越受到这个企业的质疑，但是呢，一样好的开源的，新的生态系会出现，我觉得这个都会影响到全世界 AI 的走向。好，将军怎么看？鲁特尼特突然说这个艾斯摩尔这个有机器这个 EUV 的光刻机到了中国。我觉得，当然，艾斯摩尔现在是极力的否认这件事情。是，可是我觉得这个事情有一句话叫做“无风不起浪”。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中国现在极力的，你都知道，如果说是要制造先进的晶片来讲的话，一定要用 DUV 甚至于必须要用 EUV 这种光刻机才可以做得出来。那中国在这个所谓半导体方面也是极力的在追赶。我听说中国大陆现在他们召集了很多的艾斯摩尔退休的工程师在用逆向工程的方式，希望能够做出像这种极紫外光的光刻机。那这种事情有没有可能？你看现在艾斯摩尔的回应的方式很有趣他讲说我们这个艾斯摩尔这个 EUV 光刻机跟一台校车一样那么大但是你有没有可能拆解开来，这个被送到大陆去，做逆向工程？你知道一台这个 EUV 光刻机，没错，是像一样校车那么大，可是它里面总共分为7大部件，那总共有10万多个零件。但艾斯摩尔自己本身做的只做15%的零附件，另外有85%的这种相关的零件是在全世界各地的先进的科技公司在生产这相关零件，最后是送到这个荷兰艾斯摩尔它组装出来。那现在来讲，如果说中国大陆要发展这种光刻机，它有没有能力说是从各个公司里面去取得这种关键性的零件然后找这些退休的工程师用逆向工程的方式组刻出来？所以难怪鲁特尼克会这么紧张。那如果说让中国做出 EUV 的光刻机，我觉得在中美未来的这个晶片上面的竞争来讲的话，美国我们台积电也必须要紧张了，那就可能不如说像以前那样，纯粹就是这个掐住中国的脖子。另外在 AI 方面，我们知道最新的一个讯息是，美国商务部解除了暂缓了不能说解除，暂缓对 DeepSeek 的制裁。为什么解除对 DeepSeek 的制裁呢？因为美国的 Google 要跟 DeepSeek 合作。那这中间代表什么含义？我觉得有几个意义啦。第一个就是 Google 如果说要跟中国做生意的话，它当然要跟中国合作嘛。那第二个 DeepSeek 它的这种价位它用的 token 比较便宜，所以也是Google 所需要的。我觉得基于以上原因来讲的话，中国在这个 AI 的这种科技方面不会落后于美国太多。好，所以包含是 EUV 还有 AI 的科技发展部分其实美国是毛起来进但是越进人家反而速度越来越快。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持续锁定
内新闻大白话，我是黄运成。首先来为您介绍这一节国际话题的来宾，第一位是退役中将孙华明将军。主持人你好，各位观众大家好。以及政大国关中心兼任研究员严正生。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还有资深两岸媒体人徐和谦。运成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好，首先来看到啊，日本怎么会搞成这样子呢？现在高市早苗真的是内外交困了哈。昨天呢，我们才谈到了说 G7 上面呢，日本啊这个高市早苗好像跟川普吵了起来，结果今天法媒马上就来报道了。他说什么呢？说啊，两个人在 G7 峰会争吵到其他的领袖去劝和，好，那吵什么呢？导火索呢，疑似就是因为川普又提起了珍珠港事件。那川普在晚宴上面也吹嘘啊，美国对伊朗发动的突袭，还再次的呢把这个突袭比作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事件。好，那在 G7 峰会结束后的记者会上呢，川普也言辞间流露出了对日本的不满说啊，美方曾经要求日本加入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却被日本以不愿意卷入为由拒绝了。好，但是他们两个人真的吵得起来吗？因为啊，网友就说了，高市的英文水平又不好，他们两个吵得起来吗？所以这个法媒的报道是真是假还不晓得哦。但是呢，很明显的，高市的外交被洗脸了，而他的国内丑闻呢，也是火烧屁股就是之前的抹黑门事件啦。周刊文春呢，今年4月就揭露了说，高市阵营在去年的自民党总裁选举期间呢，去发布了重伤候选人的影片，还进一步披露宣称制作这些影片的男子跟高市的秘书去年召开了线上会议的录音档。好，但对此呢，高市的说法很反复啊。高市先重申说不认识这名男子之后又改口说真的有这场线上会议但是呢，就此修正答辩内容也是被在野党追究啦，说你怎么变来变去的呢？说辞反复的。好，但是日本现在最惨的是什么呢？还是经济啦，人民也最关心的就是经济了这个是根据这个报道显示呢，2016到2026年间这个10年日本的 GDP 规模从5.1兆美元降到了4.4兆，减少了14%相较其他主要经济多数都是成长的，但日本就成为榜单中明显的失速案例。好，那另外呢，日本现在最惨的还有什么？还有就是没有稀土啊，因为中国大陆不出口给你了嘛，所以现在呢，他就寻求 G7 了，希望能够设定一个稀土的价格下限，打破中国对稀土的垄断所以他就是寻求 G7 嘛，希望大家一起来共同对抗这个中国的稀土出口。但是呢，马上隔壁的南韩就给你打脸了，为什么呢？因为不想要得罪中国啦来看到了这个 G7 峰会里面呢，其实签了很多的文件，有8件，其中李在明他签署了7份，就只有1件没有签，是什么呢？就是关键矿产供应链稳定化宣言他没有签字。因为这个文件虽然他没有点名是对中国，但是很明显的就是针对管制稀土出口的中国嘛。所以南韩根本就是非常的怕得罪中国，何止怕得罪中国，还要去讨好中国呢？来看到了南韩除了不签这个 G7 关键矿产的宣言之外呢，韩国的外交官还在北京去重申中韩建交联合公报有关于尊重中国立场，承认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的立场这样子的承认呢，就获得了北京的积极评价了极度的吹捧中国。那另外呢，韩国的总理金明喜也要来访华了。来看到他将在22号到24号，很快就是之后几天了，就要来访问中国了。而且呢，他还要在辽宁大连去出席夏季达沃斯论坛，这是他上任之后的首度访华。好，那南韩呢，现在对中国的关系这么的好，为什么呢？也是因为想要抢一点陆客啦这个南韩的文化体育观光部表示要进一步加强呢以中国游客为对象的旅游营销，希望能够积极的吸引中国游客来韩独自旅行。好，为什么要去抢陆客呢？因为很多的陆客都被禁止去日本了，所以现在南韩就希望一样都是东北亚，那你来我南韩玩吧日本不要的，我们南韩通通都要这样子看起来呢，这就是一个非常经济现实的状况
啊。那这会不会在高市早苗的带领之下，让日本陷入一个万劫不复的深渊呢？我们来请教帅将军。首先讲这个 G7 这个会议，在这个会议他们讨论的议题实在很多，因为俄乌战争的问题、美国的关税问题、那稀土的稀缺问题，其实欧盟很多国家都是偷偷摸摸私底下去跟中国打交道嘛。所以你高市早苗想拿稀土的问题联合大家来抵制中国，没有一个人敢回应你了。那你回应你高市早苗，不是得罪了将来商用的稀土可以中国大陆获得吗？因为这个东西，中国大陆目前是主要管制军用的军工复合体的这个军用的这个稀土，商用的还可以有限量的批审跟发出来。所以你看德国的总统也跑，加拿大也去，各国领袖都跑中国去，那私底下就是希望能够获得一点 quota 嘛。所以高市早苗的企图完全失败。我们看那个宴会，那个桌上他一个人，旁边的人都在做social哈拉了谈事情，就他一个人孤零零的。在会议里面，川普也很不爽的讲了一个珍珠港事件。我怀疑啊，他的英文大概吵不起来。就是大概透过翻译，这个翻译啊，可能也不高明。照理讲，高市早苗讲一些不得体的话，翻译也可以找一个比较弹性的、软性的话回应。大概这个也是直白的翻译，搞得呢就很难看。所以这个问题啊，那网友想的是没错的。我想高市早苗不会用英文吵，但是他一定要用日本话表达他的不满。所以这引起了川普哪里受得了你这种顶嘴的，可能回应的话更难听。所以别的只有当个和事佬。其实高市早苗啊，现在问题很大，他要恢复军国主义啊，他的国防开销就很大啊，对不对？第二个，高市早苗日本的这个经济不好，GDP 里面少了1兆多，这是很大的一个落差。他又要讨好老百姓，要这个免税那个免税，对不对？所以他只想拿他那么有限的一点稀土提炼能力，尤其向澳洲招手，向印度招手。其实就算你要练，你也要5、6年时间吧。可是全世界对稀土的供应量太大了，你满足不了嘛。所以欧盟虽然定了一个最低需求，但是还是有问题啊。尤其是美国，你现在的所有武器都面临淘汰的时候，要换代的时候，你稀土拿不到，雷达也做不出来，导弹也做不出来，军舰也做不出来，飞机也做不出来。所以你要想在军事上维持你全世界第一的霸权，军事霸权现在开始往下堕落。因为第一个，你的技术并没有6代机也没出来，黑科技赶不上中国大陆，那原料又缺，所以你在5、6年之内，你不可能获得足够的稀土来支持你的军工复合体。军工复合体的需求不能满足，你美国的军武科技就不会在世界上称霸。而且你现有的舰艇年龄都大了，飞机也老了。你像那个 B-52最近摔掉那一架，你知道几岁了吗？70岁了。你想想大黄蜂18也是将近35岁到40岁了。所以这个东西啊，面临到军事科技的换代啊，那是一种天文数字。尤其美国军工复合体的贪污厉害，一个咖啡杯可以报价$1500，一个马桶盖可以报价12000，所以你怎么撑得起你的需求？所以这个问题啊，很快在30年，大概你军事霸权就从此宣告终止了，被中国反超。如果军事科技反超的话，你的经济跟外交就没有像以前那么霸道了，可以封锁这个、制裁那个，这种力量也就随之消失。你看，中东战争、美伊战争里面已经让海湾国家的向心力大幅降低，可能觉得你美国不可靠，伊朗对你也不信任，这个美伊战争滴滴答答这个停火还有的搞了。川普只是争取现在马上能脱身，
将来不行的话，这个战争还是会爆发，就看伊朗的能不能妥协的问题。所以这个日本的高市，把这个赌都赌在美国上面了。但是很显然，川普都跟他吵起来了。但是吵的理由是什么呢？昨天日本的网友说是关于台湾有事，就今天法媒说是珍珠港，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请教徐老师。是这个，其实川普在高市面前谈珍珠港这个事情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大家可能都还记得3月20号，当高市早苗去白宫的时候，川普就没来由的忽然提了这一句。他当然是说那当然是因为媒体问川普就说为什么我们这个美国去轰炸伊朗、去斩首哈梅内伊没有事先跟大家讲，然后川普就直接联想到他是一个80岁的人啊，成长在整个2战之后的年代，他理所当然联想到那。当年日本轰炸我们珍珠港的时候也没有告诉我们你们比偷袭，没有人比日本更能偷袭。那高市就坐在那边，大家如果去调那个影像来看的话，是非常局促的，因为他没料到这一出，这当然也很不符合正常的外交礼仪。但川普就不是个正常人嘛，所以高市当时就不知道怎么回应。那我相信他事后回去自己也做了很多的检讨，而且别忘了高市的政权的核心的支持者是日本的极右翼，日本的极右翼是最不愿意去面对日本在2战之后败给美国，而且日本短暂被美国占领，并且长期生活在美日安保同盟这个不平等的盟约体系之下的这个事实的。那所以我想高市之后回去检讨之后，他这一次面对川普，虽然不是对媒体开放的一个场合，但是面对川普再一次当众的去谈这个事情的时候，高市我想他会认为说我必须做出一些回应。那结果就跟按照法媒的这个独家报道就跟川普吵起来了，那吵到必须要有其他的欧洲国家的领袖去劝架。那我想这也给高市一个很大的警讯就是说，当川普虽然现在今天的美日是盟友，但是当今天的美国的总统没有忘记在2战期间的美日之间的历史的时候，那么对高市来说，他就要小心了，就说如果他意图像以色列的内塔尼亚胡一样，试图把美国去再拖进一场美国不愿意面对或不愿意卷入的战争的时候，我想美国都会记得很清楚。美国深刻的知道说，在2战之后，是因为我把你打败了，然后你臣服了我们才变成盟友，但这个盟友不是一个平等的盟友关系。那我想川普的这一次发言再一次也提醒了高市，就是说川普现在心中是这样想的。那么我们再看一下韩国，那韩国李在明总统其实非常有意思他这个虽然当总统时间不是很长，去年他才上任，到现在1年多一点的时间，但是呢，他在这个中国大陆、俄罗斯跟这个美国还有日本之间几组关系的平衡维持的算相当巧妙。一方面，虽然这个李在明总统是出自韩国进步派阵营，他是个所谓左翼的总统，但是他也知道韩日关系作为一个一衣带水、搬不走的邻邦必须维持。然后高市是个极右翼嘛，但是他仍愿意在外交层面跟高市维持一个适当的均衡的友谊包括2个人曾经互访过彼此的家乡。李在明先去了奈良，然后呢，高市又访问了韩国，还给他贴心的准备了一个给李在明的一个眼镜让李在明戴。但是与此同时，李在明也非常小心翼翼的，不愿意在一些敏感的问题上，包括台湾问题上去得罪中国大陆，因为他也知道整个朝鲜半岛问题的解决，甚至是维持现状的稳定也需要中国大陆给予帮忙。特别是上个星期，大陆领导人习近平才刚刚访问朝鲜，访问北韩，那跟北韩也做出了一系列新的这个公报跟承诺那原则上，这个北韩最近在今年稍早，北韩通过一次修宪，他们就放弃了跟南韩最终达成要追求民族统一的这个目标，他们就说我们要谈的就是2个国家的共存就说北韩是一个国家，南韩是一个国家，就等于说北韩推出了自己版本的2国论。那中国大陆对这个现状呢，基本上也予以接受，也说好吧，那如果你们没有要再去军事的征服南韩，那至少你们经营好自己的北部，要发展经济改善民生，那中国大陆愿意全力来帮忙。所以南韩也巧妙的接收到，也读到了这个信息。那他当然就是说，那好吧，那2边南北韩不要打仗，那中国大陆依然是北韩政权的这个后盾。那在这个情况下，南韩也要避免中国大陆跟北韩的这个从经济的同盟到军事同盟进一步过快的升温因为如果过快升温，它可能会变成南韩的一个军事压力。所以他与此同时，他也必须一方面跟高市维持和可以 manageable 的可以管理的关系，但与此同时也要拉住中国大陆，避免中国大陆过分的倒向北韩，来在南北之间、朝鲜半岛南北之间维持一个平衡。所以我们就觉得李在明这个身段其实也蛮值得台湾去学习的。没错，李在明的身段也非常值得高市去学习啦。但是现在日本的处境就有一点被国际孤立了，就连美国也都跟他吵起来了。我们来请教严老师。我想这个高市在这个 G7 里头是感觉上比较孤立一些因为说老实话了 ，G7 除了这个7大工业国之外，通常
欧盟一定会参加，然后呢，这个地主国会邀请一些其他的国家，不一定是哪一个国啊，譬如说今年他非洲他就邀请了肯亚啊，亚洲他邀请了韩国、印度啊等等。那如果说今天他就是你日本现在已经在我们前面提到他经济已经衰退了，然后现在韩国超越了日本，然后你还把韩国再邀到 G7。虽然韩国不是 G7 的成员，日本是，但是就蛮尴尬的，因为一相对比啊，就是感觉上韩国的经济可能比日本好，那个让高市我相信不是会很爽快，因为他应该是代表啊，我这个 G7 里头跟白人国家平起平坐唯一的亚洲啊，结果不是，哎，你看川普没事去赞美一下这个印度总理莫迪啊，说这个啊看他笑笑的，可是很厉害哦，然后又说这个找韩国过来，那也看到李在明比你高市要更积极，在那边斡旋，在那边啊，就是从事外交活动。我相信对高市打击还蛮大的啊。那当然，他国内的问题是更严重，就是说你今天可能在选党主席的总裁的时候，你是希望就是说是有一些攻击其他候选人的现象，这个就让我想到你又要撒谎说没有，然后又就是两者都不好啊，就是真的有，然后呢？你被发现了，你如果说就道歉了，那可是大家也会觉得这个是不对的事情。但是如果你撒了谎，不承认，到最后现在慢慢证据出来说你其实是知道的，哇，知道的更糟糕哦。知道的话，就是说你是明着撒谎，政治人物撒谎，在美国没事，他们就说尼克森什么事情，他说你做很多事情都可以，但你撒谎最糟糕哦。所以高市现在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就是如果他不知道他是底下人在散布，那就是昏庸；知道，然后你就撒谎。哦，所以这两个对他都不是很有利。那我自己在美国，因为读书的时候是日本最强的时候，但我都没想到日本会有今天。那时候我们都觉得日本已经要超越美国了，整个感觉上面好像就是欣欣向荣啊。那没想到40年之后，一个广场协议之后，现在日本被打入到已经大家都没有认为，就是过去我们还讲说国际关系里头有几个我们叫做这个。极一极两极，多极社会、两极社会，多极里头有一个是日本哦，现在大概没有人会把日本放在那一极里头了，所以这个甚至日本是蛮惨的。那眼看，可是韩国呢，我觉得在努力。那我自己很希望看到，就是亚洲地区，我们台湾也好，日本、韩国然后大陆之间的互动，其实当我去北京、去首尔、去东京，我看他们那个机场的时候，都是4个语言。中文、英文、日文、韩文。那台湾现在慢慢，你看做捷运也有一些韩文了。我觉得我们其实是很接近的。如果大家都开放，我们这4个根本不需要欧美国家的市场，我们就4个就可以把我们自己4个搞得很好，大家互动来。所以我也很希望，既然韩国有这个心，想要就是跟大陆关系更好，你看韩剧过去卖得多好啊！这娱乐产业，日本其实也希望，可是你们搞坏了，现在就很惨。如果大家能够彼此互动、互相谅解，会很好。没错，就是大家都希望能够跟中国有多一点的合作啦。尤其中国如果要搞你的话，手段很多啊，稀土就是一招非常强大的。而且现在呢，中国还要加强什么？加强这个金属出口审查，这个是全球最大的铟生产国，就是中国了。那它近期呢是逐步的升高这个特殊金属的出口审查。那铟是拿来干什么的呢？它是拿来制造 AI 资料中心所需要的高速光通讯晶片的重要原料。光通讯最近非常的火红哦，结果它竟然是重要原料，所以现在呢，北京就要把它列入正式出口管制，甚至要转化成是武器贸易战的一个前兆哦。好，那除了铟之外呢，现在中国还是非常的注意什么这个钨，而且呢，就连是废料它也都要。这个是《金融时报》指出说中国的买家近期被爆出正在秘密深入美国各地的废料回收厂，暗中囤积钨废料。那钨是干什么的呢？是航太、子弹还有飞弹等武器制造的不可或缺的战略金属。那么从晶片制成半导体散热甚至是电动车的核心零件也都少不了这个钨。所以中国对于这个稀土的部分呢，还是紧紧的掌握
握住。所以美国要怎么去反制呢？现在美国砸钱了，说我们自己呢也要来提升加工力。好，美国政府周四呢就与能源燃料签署了一项7.25亿美元的有条件贷款承诺，就是要提升国内的稀土加工力。这个呢也是美国想要减少对中国依赖的努力之一啦。但是能够这么快的就不去依赖中国吗？好像很难。而且川普自己呢，也是一直想要去访问中国。我们来听一下他怎么说。When I leave, they're going to take you for a little tour. You'll see something you won't even believe. And you'll be spending a lot of time. We're doing a lot of trips. We'll be going to Turkey. We'll be going at some point during the year back to China. President Xi's coming here in September, but we're going back for a big conference that's in China. I said I'd do that. 好，不止访中啊，他也去称赞习近平了。他怎么说呢？他说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还有印度总理莫迪是他在国际舞台上最欣赏的2位伟大领导人。从领导力的角度来看，确实如此。以前的敌人呢，现在他崇拜，那他原本的朋友到哪去了呢？来看到之前跟他关系很好的意大利总理梅洛尼，他竟然是被川普说被祈求合照。川普怎么说的？我们来看一下。Certe cose meritano una risposta immediata. Le dichiarazioni di Donald Trump sono dichiarazioni totalmente inventate. Sono francamente allibita. Non so perché il presidente degli Stati Uniti si comporti così con i propri alleati. Non è del resto la prima volta che accade. Posso solo dire che dispiace che non abbia la stessa determinazione con i nemici dell'Occidente, con i nemici degli Stati Uniti, con leadership con le quali invece si dimostra molto più accondiscendente. Però una cosa se la deve ricordare: io e l'Italia non imploriamo mai. 梅洛尼的态度可以说是非常的强硬哦，就是因为川普说我们在这个 G7 呢遇到的时候，他祈求跟我合照，他想要跟我拍照，我才答应他的我是看他可怜才答应他的，看他可怜，梅洛尼就生气啦，说我们才不需要呢，而且现在外长呢也取消访美了但是我们来看到呢 G7 还有这个场面的花絮是什么呢？来看到这段画面，这个呢是川普他在抱怨他自己的椅子太矮了但是不知道怎么调。所以呢，他就跟卡尼换椅子，卡尼从远处把自己的椅子搬过去跟这个川普来进行交换这个是两国好像有一点比较和缓的互动，但是美加的裂痕能够因为这个换椅子而修补吗？另外美国自己的问题也很大啊，对，现在好像已经没有什么美国梦了，都已经破灭了。为什么呢？因为好多人都不去美国念大学了，那国际学生转去哪？去加拿大、日本跟新加坡，原因就是成本因为学费还有生活费太贵了即便录取了梦想的学校，未必负担得起啊。另外呢，到美国的优势是什么？就是毕业之后就有机会留在当地工作嘛但是川普的这个签证审查到就业政策都不友善外国人所以大家就不想去了。好，那除此之外呢，不去美国，反倒是中国的留学生实力越来越强了。来看到《金融时报》的报道说大陆的高校大学正在以惊人的速度追赶到了英美的顶尖院校就是因为刚刚说到的移民签证等限制所以大家不想去念了嘛。好，所以有高达65% 的美国院校排名下滑。反观呢，中国是有61% 的学校排名显著的上升了。好，你不要说什么国际地位啦，光是留学生这个部分就能显示到最直接、最真实的状况，就是大家越来越远离美国了。我们来请教税将军。你想中国人向来都注重自己儿女的教育，不惜花重金送到欧美去读书但是美国以前教育好在哪里呢？他大学的经费很充足，每个教授都可以拿到相当丰富的研究案子，有案子呢才能培养出什么诺贝尔得主啦。那现在川普上台，对这个常春藤的学校打击不遗余力很多的这个研究案子被他取消，甚至于美国教育部也被他解散了。所以这些好的教授现在已经往欧洲转了，因为他在学校教书，如果说没有研究案，没有研究生帮他做不出东西来，这个教授他的价值就没有办法提升了。所以美国的教育是完蛋了，你知道吧？所以现在刚好东升西降，中国大陆的教育你看浙大现在也是不得了，
中国所有的军武科技啊，都是很多大专院校全力在支持某一项的突破，飞机也好，船舰也好，火炮也好。为什么？中国大陆这个起来的速度非常快，北大、清华、浙大这些都现在水准都越来越在世界排名就多了。现在为什么大家不愿意去美国了？社会安全很糟糕，啊，学费贵到说美国学生都付不起学贷，所以美国的学生又什么好逸恶劳，只选金融跟这个服务业，所以他的理工的、科技的，他现在落后，这不能怪谁啊？啊，最好的职业去当律师，对不对？然后再去搞晶片，搞这些东西，所以它的基础工业已经开始，因为人才也没有了嘛。所以这个问题，美国没落啊，我跟你讲，教育是很重要。台湾为什么突然变亚洲四小龙？那个时候两蒋带来多少师资啊，对不对？教育一提高，商人的能力也提高。所以讲这个问题啊，再讲到这个晶片，跟意大利。川普是随口开河的，啊，谁都是祈求我跟他合照，他是满脑袋都以为是世界的 king， 他妈，对不对？所以把这个梅洛尼气了个要死，我要跟你合照还要求吗？另外，这个中国这个出手铟这个金属啊，我跟你讲，为什么中国有很丰富的钨矿，它为什么在别的国家要收购这个废弃的钨矿？就是造成市场上的独占哦，你知道吗？你们缺乏钨要有用，要提炼到6个 N 的纯度啊。这个提炼的技术，钨矿很多国家有啊。问题你能提到6个 N 的级数，才能担任很多武器上的使用。你比如说很简单，我们反战车的武器那个穿甲弹就是要有钨嘛。它变成钨钢，钨钢在工业界什么叫工业的牙齿？所有的车床、铣床里面的刀具都是钨钢，所以它参与的范围太广，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奇怪。我说大陆自己钨矿也很多啊，对不对？那怎么还到外面去收购这些废弃的含钨的？就是让你整个市场我就霸占。这一招很狠啊，就让你们。将来你要军工武器要想再制造，你就缺少这个就不行。高纯度的钨粉呢，大概只有中国提炼得出来。所以这个东西一垄断以后，晶片出问题了，钢材出问题了，所以这个武器制造都出问题了。你不能说我做好了飞机大炮再来弄成钨吧，你是在原料里面就需要进去啊。所以这个东西从连根铲除这一招。对中国在贸易谈判是很有利的。所以现在美国也砸了388亿，想要提升自家的稀土加工能力，但是现在才去提升，好像有点来不及了吧？请教徐老师。是，至少可能要10年的时间吧。哦，那我们再看一下这节，看一下梅洛尼啊，意大利的这个女总理呢，现年大概49岁，还不到50岁啊，在世界领导人之林当中非常年轻。那她跟川普为什么又吵起来了？所以我们其实可以看到，这一次川普就说啊，这个因为梅洛尼要求我跟我拍个合照，所以我才勉强答应他。那这句话就惹怒了整个意大利啊！整个意大利现在是不分党派都在批评川普的话，不仅侮辱了这位女性的总理，还侮辱了整个意大利。那梅洛尼是谁呢？她从2022年的9月啊开始当总理的。她在当总理之前被归类为一个意大利的极右派民粹政党的一个党的领袖，所以大家其实一开始对她上任挺担心的，就是哇，那西欧的大国意大利啊，第三大经济体选出了一个民粹派的领导人。那当时俄乌战争刚刚爆发不久嘛，2022年9月才爆发半年啊，那这个俄乌之间的这个热战还在非常剧烈的进行。那但是梅洛尼上台之后呢，他跟一些极右翼政客，欧洲常见极右翼政客不一样，他并没有马上的变成一副非常倒向俄罗斯，他反而坚决的支持乌克兰继续战斗，而没有造成整个北约，特别是欧洲阵营对乌克兰这个支持的变化跟破裂。所以呢，慢慢，梅洛尼也就被整个欧洲的这个各国的领导人接受。那特别是很有意思，在2025年的10月啊，那一次在埃及，那个时候开了一次关于加沙危机的紧急会议，有20多个领袖，西方国家的领袖聚集，还包括中东国家领袖。结果川普呢，就在领袖准备要大合照的时候，一起面对媒体的时候，当众夸奖
这也比较夸奖，其实有点性骚扰。他就说，哎，梅洛尼真的是一个很漂亮跟很年轻的女性啊，一个女领导人。然后川普又自我解嘲，就是说，如果在美国呢，你公开的谈论一个女性，说她很漂亮，你的政治生命大概就结束了。他自己知道这是个性骚扰，他说，可是我还是要说 ，I would like to take the chance。所以那梅洛尼就很尴尬，他也是在那边笑一笑，没有当众撕破脸，但就是很勉强的那种笑一笑。那这一次。今年梅洛尼就跟川普吵起来了。那我想这两个人之间，除了有上一次的这个旧的恩怨啊，我想这个川普在私下的很多这个 text exchange， 包括两个人互相发简讯啊，互相发这个 WhatsApp 的时候，川普应该不会对梅洛尼特别的尊重，你这样当众都可以说这样的话，私下那各种不礼貌的言辞，我想也是不会少的。但这一次除了个人恩怨之外，其实还有很多公共的因素，包括伊朗战争。在今年4月的时候呢，这个时候这个川普曾经批评过美国籍的天主教教宗梁14世，就说因为教宗批评川普这个去打伊朗的决定嘛，那这个川普就批评了教宗。那梅洛尼作为意大利的总理，大家也都知道嘛，梵蒂冈跟意大利这个两个国关系密不可分啊，那再加上意大利有非常多的压倒性的国民都是天主教的教徒，所以意大利的总理就必须站出来捍卫教皇，就说川普对教皇的批评是完全不可接受的。那当时就惹得川普很不高兴。那另外一桩事情呢，是大家也都记得啊，这个因为川普对伊朗的攻击啊，其实并没有得到北约绝大多数国家的认可，所以北约有很多的国家都拒绝了美军的飞机。虽然你从欧洲的基地起飞了，但是我拒绝你使用我的领空去打这场战争。那所以这个美军的飞机必须绕一大圈嘛，比如包括从德国起飞，然后呢，因为德国也不让它飞，然后这个瑞士就说我中立，我也不让你飞，所以它必须绕到直布罗陀海峡，然后从地中海的西口，然后往东飞。但是在经过西西里的时候呢，西西里岛上有一个意大利的军事基地，梅洛尼也不让美军用，所以就让川普这个要去打伊朗的过程变得比较困难。所以我想是新仇加旧恨啊，这种种的原因，有个人因素，也有政治的因素，然后就导致这个我们看到川普跟梅洛尼的这一次公开的破裂，能不能修复？我觉得短期内可能不容易。但是以前梅洛尼跟川普的关系算是蛮好的耶，对啊，而且还有人说，每次梅洛尼看着这个马斯克的眼神都充满爱意，结果现在他跟美国也闹翻了。美国现在也是要没朋友了吗？请教研究生老师。我想这个川普啊，过去大家就是纵容他啊，可是从今年1月加拿大总理这个卡尼开始，大家一个一个说清楚。那我觉得那个西方这个媒体的这个报道说的很有意思啊。他说大家为什么以前纵容他，就是他说这是等于是说希望啊，就是说跟他纵容他之后呢，然后就可以跟他关系很好啊。我觉得这个就是真的是完全错误了。你以为你纵容他，结果反而他会更糟糕啊，就不断的来讲这些话。他会得寸进尺，就是你让你得寸进尺，然后让你的盟友会更生气，对不对？就是我觉得这个是大概川普这个长期以来对盟友的一个态度。那盟友慢慢的会觉得说，我干嘛要这么就是接受这么多？反而你看这个俄罗斯也好，中国也好，印度也好不太理川普的时候，川普哇把他们捧上天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他们这个一个很直接的一个情绪反应，就说 enough is enough 就是你这样子来，我必须要回击了那不像我们台湾每天被他欺负完了，连回击都不敢回击我觉得要说谢谢，他们至少还要回击一下，然后没事说我们是芯片小偷，我们也不敢讲什么话那现在我觉得这个是至少有国家慢慢就是大家开始会觉得说 G7 就是一个川普这个整个在国际声望或者说国际地位开始崩解的一个时刻，因为梅兰妮这样子弄他的话，表示是说大家都不太愿意接受他。那我自己是在美国读书，然后在美国工作，我真的像这个上面讲的过去我在美国读完书，我到美国大学教书，然后大学学校就帮我申请办这个绿卡。那之后你知道这整个过程非常的平顺。就是美国的时候是真的是很希望很欢迎外国的学生，特别我去教书在阿拉斯加那个时候就觉得说哇，他说我们是面对亚洲是未来的希望，他把他的学校从阿拉斯加这个就是 Methodist 美伊美大学改名为 Pacific University太平洋大学，就是要面对这个都是很有前瞻性。那他觉得既然要面对，我要找一个亚洲人来教书所以他就希望学生能够有这个。那可是现在你回头来看美国，
第一个。当然，留在那边教书的时间，真的机会或者工作的机会比以前少，而且还要你自己出钱办证份，对不对？那你去读书非常的贵，而且你如果是去读大学，几乎都是这个基础的课程全部都是助教在教研究生在教，不是我有一个德州奥斯汀的同学跟我讲，他说有大学生读了4年，可以一课都不修教授的。全部都是研究生教的课，可以这个样子。那你想想看，学费又贵然后生活费也贵，也不安全。刚刚在将军讲，那亚洲真的是物超所值啊。对，这个。